今年是中国柬埔寨建交65周年，也是中柬友好年。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柬埔寨首相洪森于2月9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洪森首相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是中国在2023年中国农历春节之后首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充分体现了中柬关系的高水平。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梳理一下，在洪森访华之际，中柬双方达成的一系列紧密合作。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12月24号，据柬埔寨首相洪森透露，柬埔寨计划将2条现有的铁路升级为高速铁路，即金边至西努哈克省的铁路线，以及金边至柬泰边境波比的铁路线。此外，柬埔寨政府将致力推动国内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重视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洪森还指出，不久后将动工修建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41号公路、33号公路、31号公路、7号公路以及菊景省跨河大桥等。洪森表示，在首都金边将会建设多座跨湄公河、洞里萨河和百色河的大桥。同时，为了配合柬埔寨即将建设金边巴育高速公路，柬埔寨政府还将拨款2亿美元建设一座跨河大桥，连接这条高速公路。另一方面，为了缓解目前铁桥头大桥的交通压力，政府还计划将在长下社地区建造新一座跨河大桥。不仅如此，政府还计划建设连接棒清扬省和棒通省的跨河大桥和道路。此项目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贷款，柬政府还正在研究修建连接马德旺省和暹粒省的一条道路，以及研究修建连接金边到暹粒省的高速公路。据柬中时报1月14号消息，柬埔寨首相洪森13号在内阁全体会议上再提高铁计划，要求各部门齐心加快推进，实现柬埔寨高铁梦。洪森13号主持内阁全体会议，除讨论多项政策草案和法案外，内阁也讨论高铁计划。柬埔寨政府敦促财经部、公共工程和运输部加快完成可行性研究工作，已将境内2条铁路线升级改建成高速铁路，即金边市至西努哈克省铁路线，以及金边市至柬泰边境波比市铁路线。1月23号，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孙占托与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团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会议，讨论有关金边至波坝高铁项目可行性研究。根据初步调研结果，金边至波贝高铁全长382公里，共有33个站点，途经甘拉省、棒清扬省、菩萨省、马德旺省和补迭缅直省等地，宽度1.435米。项目预计耗资40亿美元，施工期为4年，建成后最高时速达160公里。此外，这条高铁需配备电力西车，并建设横跨300多条道路的空中轨道，以避免交通拥堵。金边市内的客运站和货运站也将被分开。应提的是，柬埔寨现有2条铁路线，即连接金边和西港的南线，以及连接金边和波贝的北线。目前，柬埔寨火车的最高运行速度仅为每小时30公里。因此，上述高铁项目的建设将大力改善柬埔寨的交通领域多元化，促进现代物流和国家经济发展。另外，中国路桥投资20.19亿美元兴建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金边至西港高速公路，已于去年10月通车。中国路桥将再投资16.38亿美元兴建第2条高速公路金边至巴育高速公路，项目预计于今年开工建设。孙占托部长表示，金边至巴育高速公路建成后将带动沿线包括甘拉、
波罗缅和柴真3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柬埔寨与越南的人流和物流，提高两国互联互通水平。项目将与越南木排至胡志明高速公路对接，构成亚洲公路1号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编看来，洪森这次访华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求于中国。据相关知情人透露，在会上，洪森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柬埔寨建设高速铁路。柬埔寨的急切心情也是源于中国高铁走出去已经取得的成果。尤其2021年底开通的中老铁路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作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老挝经济相对落后，但是从万象到昆明的中老铁路一下带动了老挝经济的发展。很多来自泰国、越南、柬埔寨的货物都转往万象，再通过铁路出口到中国。作为邻国的柬埔寨，自然也想尽办法接入泛亚铁路网。不过，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对这次洪森访华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媒体宣称，洪森首相此行是为了从北京获得40亿美元的贷款，以填补跟泰国之间一条高速铁路的债务空缺。对此，柬埔寨外交部强烈谴责，称美媒发布的消息纯属造谣，是假新闻，谴责美国媒体抹黑中柬之间的正常合作。先前为打消美方疑虑，柬埔寨官方就已经多次声明，不会利用巨额债务来修建高铁。此外，美国媒体明知故犯，故意不去核实，就是想对中柬正常交往合作玩弄肮脏的政治，并且为力证清白，检方表示，迄今为止，柬埔寨对于外债始终保持高度谨慎态度，外债水平处于可控水平。但是对于检方的辟谣，美国是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可见美国又想挑拨亚太地区债务陷阱论，其不加以核实就乱发布消息的做派引发检方不满。不止美国媒体，上到美国商务部也多次抹黑中柬关系，譬如旨在为加强柬埔寨海军的打击犯罪能力的中柬两国的正常合作项目，也被美国抹黑定义为胁迫外交。以上种种，一方面淋漓尽致展现了美方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也展露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清美国的丑恶嘴脸。在日本质疑中柬关系时，洪森首相也斩钉截铁地强调，如果我不依靠中国，我依靠谁？他强调，是中国让柬埔寨老百姓有路可走，是中国让柬埔寨老百姓可以不用再乘船渡河。洪森夸赞中国援助柬埔寨修建的跨湄公河、跨洞里萨河、跨百色河桥梁都为柬埔寨老百姓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福利，并且柬埔寨境内3000多公里的路也都为中企援建。洪森首相当即反问日本，如果我不依靠中国，国际各国谁能帮柬埔寨修路架桥？谁能给柬埔寨一个答案？可见中国务实之举让中柬双方情谊更加深厚。不过小编也有必要说一句，虽然中柬关系好，但在做出具体的投资和贷款决定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全面评估经济上的可行性与政治上的风险，比如铁路的盈利前景，以及柬埔寨已有的债务水平和偿还能力。以往的经验也说明，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插手经常会影响中国海外基础设施的推进。在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担心投资风险，不愿意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但却不断在环保、施工标准、可持续性这些问题上做文章。近来，美国官员就一直在炒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借此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给这些国家减免债务。中柬基础设施合作要想行稳致远，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到。最后，尽管中柬双边关系很牢固，面对美国媒体的无端造谣，柬埔寨官方也第一时间给予了回应。但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隔空骂战，在利益面前就是一层窗户纸，经不起推敲。比如近一段时间以来，柬埔寨与美国的关系也在改善。去年洪森还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期间洪森就曾表示，柬埔寨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很多报道曾经说，
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就以柬埔寨为例，美国依然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家就在柬埔寨的贸易总额中占据了30%，其次是新加坡，中国位列第3。这也提醒我们，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其实柬埔寨最希望的还是能同时搞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以往美柬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企图干涉柬埔寨的内政，比如美国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向柬埔寨高官施加了20余项制裁。但如今美国越来越将对华竞争放在了首要地位，美国战略界也有呼声，要求放松对柬埔寨的制裁，甚至还提出要投资柬埔寨媒体，加强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接触等等，以影响柬埔寨的舆论环境。这都可能给中柬关系带来影响，值得我们警觉。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